欢迎收听睡前故事，我是阿狸。今晚我们来聊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袁天罡。低级的生存者拼命抓权，顶级的生存者算计的是千年后替自己站岗的国家机器。这个故事从两座坟开始说起，长安城外，终南山下。并排躺着大唐最顶级的两个星象解码者李淳风的墓，在随后的1300年里被盗墓贼掘了一遍又一遍，机关毒箭流沙通通没用。而顺着山道往上走几百米，袁天罡的墓1300年连一块长了青苔的木砖都没少过。原因不是什么风水护体，原因是那块地后来被一个现代政权划入了严密的军政禁区，高墙卫兵全天候持枪站岗，这是他1300年前亲手给自己选的结局。他算的不是明天，他算的是你我出生前好几百年的那个时代。故事要回到更早，隋朝末年，天下的规矩碎了一地，中原恶猫表遍野，战火顺着官道一路烧进了蜀地。成都平原一个漏水的农院里，年轻的袁天罡安静地看着这一切。他家很穷，屋顶的茅草挡不住雨，屋里终年弥漫着发霉的泥土气味。乱世里的穷小子出路无非两条，要么拿根木棍去拼命，要么捧着四书五经等贵人赏识。袁天罡都没选，他每天蹲在漏水的屋檐下，死盯着满天星宿，用磨亮的蝶草在泥地里一遍遍画易经的卦象。后人喜欢给他加上白胡子老神仙转功的滤镜，但拨开这层烟雾，这个年轻人在做的是一件极其庞大的工程。他在破解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代码，天上的星轨，地上的山川走势，甚至一个人说话时的气息，眼角肌肉的细微抽动，在他眼里都不是随机生长的皮相，而是生命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后呈现出来的一组数据。别人看见的是兵荒马乱的混沌，他看见的是一条条清晰的因果逻辑线。他把自己活成了乱世里的数据分析师。大隋朝倒塌，大唐在废墟上站了起来，改朝换代，对种地的老百姓来说不过是换个名字叫皇粮，但对手握实权的地方官来说是一场生死洗牌。昨天的主子今天成了反贼，今天的同僚明天可能就是顶头上司。在那个信息极度闭塞的年代，每一个手握重权的人每天夜里躺在床上，心里都是巨大的焦虑。他们迫切地想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迈，哪条路才是活路。于是袁天罡的这套算法有了最完美的用武之地。他没有挂帆布去街头摆摊儿，他安静地坐在成都那个破院子里等人上门。最初来的也许只是几个差役碰运气，但很快穿上好丝绸，身上带着昂贵香料气味的县令、刺史开始坐着轿子，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停在袁家那个连门板都快掉下来的院子前。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院子里满是下雨后的泥泞，几个刚刚还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一句话决定几百人生死的大人物，此刻像做错事的学童一样，拘谨地收拢着华丽的袖口，垫着脚尖走路，生怕弄脏鞋底。他们战战兢兢地站在一个穿粗布麻衣的穷青年面前，压低声音，掏出沉甸甸的金银，问出出奇一致的问题：先生，今年年底的考核能不能过？能不能调去长安？先生，我站这个阵营会不会被上面清算？袁天罡坐在破木凳上，端着粗瓷茶碗，目光扫过这些官员因纵欲而略显浮肿的脸，扫过他们因极度紧张而微微发抖的手指，再结合当时的星象与时局参数，大脑飞速运转。他明明看见了大唐初年那场即将到来的权力大清洗，他明明看见有人脸上的死气重到不可逆，熬不过今年的冬天。他甚至能透过这几个人的命运轨迹，隐隐拼凑出整个大唐帝国未来几百年的兴衰走向。但他一言不发，他非常清楚，在一个所有人只关心明天吃什么的世道里，开口谈100年后的天下大事不是愚蠢，是致命。所以他收回了看透宇宙的目光，吹了吹茶水上的浮沫，喝了一小口，然后用最平淡最世俗的语气给出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大人3月之后会有文书从京城来，位置能往上挪一挪。大人今年少往东边走，破点财。但人没事儿，他不讲天道，只讲利益。他不谈生死，只谈升迁。他用极度克制的冷漠，把宏大的天机降维包装成凡人听得懂、愿意花大价钱买单的职场指南。官员们千恩万谢地留下丰厚酬金。袁天罡拿着这些钱，在命如草芥的乱世里换来了第一桶金和绝对安全的立足之地。他不仅算准了这些人的命，更算准了这些人的贪婪与恐惧。随着时间推移，
那些预言一次次被现实精准验证，那个被他说3月后有文书的官员，果然在90天后接到了长安调令，那个被他暗示破财免灾的刺史，真的因账目问题交了一大笔罚金，保住了官职。在蜀地的官场圈子里，袁天罡这个名字逐渐变成了一个不可说的秘密武器。官员们私下互相推荐，把他当成某种能在官场逢凶化吉的护身符。他不再需要出门，大唐西南半壁江山的官场动向，人事更迭，就通过这些达官贵人的脸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但当一个人的名声在小圈子里到达顶峰，他就一定会溢出这个圈子，向着更危险更高层级的权力中心蔓延。那些受过他指点后又高升的官员，把他的神奇事迹一路带到了更远的地方。这种带着神秘色彩的口碑，顺着蜀道越过崇山峻岭，终于在贞观初年的某一天吹到了利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广元。坐镇那里的是大唐开国功臣利州都督武士君。这位跟着唐高祖李渊一起打天下的封疆大吏，正处在家族权力的关键扩张期。他听说了成都有位极厉害的相术大师，立刻派出最高规格的车马，带着丰厚礼品南下成都。武士范的本意很简单，请这位大师来府上，给家里几个儿子看看面相，规划一下未来，为武家接下来的政治投资做个参考。武士旧本是并州木材商人，眼光极其毒辣。当年在李渊起兵最困难的时候，他押上全部家当作政治投资，最终换来开国功臣的身份和利州都督的封疆大吏之位。但商人出身的武士妮有着深深的阶层焦虑，大唐讲究门第，他没有世家大族几百年的底蕴，他极度迫切地想知道用命换来的这份家业，几个儿子能不能守住都督府会客厅里燃着名贵的西域香料。武士娜热情地招待了这位穿着朴素的相面大师，随后便迫不及待地让下人把家眷一一请出来。袁天罡依然保持着职业的冷漠与平静，他坐在客座上，喝着上好的茶水，大脑像一台精密仪器，开始处理眼前这些人的面部数据和骨骼走向。最先走出来的是武士农前妻生的2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袁天罡只扫了一眼，放下茶碗，淡淡说了一句，这2位公子将来都能做到刺史一类的官职，是能保住家业的面相。武士弟满意的捋了捋胡须，接着武士道的记事，出身红农杨氏的杨夫人走了出来。袁天罡看着这位夫人，微微点了点头，语气中多了一丝肯定。夫人古法不凡，日后必定会生下极其显贵的子嗣，一切都按照常规的职场预测进行，这无非又是大唐官场上一次极其普通的权贵应酬。但历史偏偏在这个平凡的下午掀开了他最骇人的一角。杨夫人听了袁天罡的断言，心中高兴，便转身吩咐保姆把还在襁褓中的小孩子抱出来给先生看看。保姆从内室走出来，怀里抱着一个穿着精致男童锦袍的婴儿。在古代，为了祈求孩子好养活，或者为了辟邪，把女孩打扮成男孩，是富贵人家常有的习俗。袁天罡漫不经心地抬起头，目光落在了那个婴儿身上。就在目光交汇的那一瞬间，整个会客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无论面对多大的官，无论看到多么惨烈的生死结局，袁天罡的脸上从来只有一潭死水般的平静。但此刻，他那张永远波澜不惊的面具瞬间碎裂，他手里的茶碗猛地晃动了一下，几滴滚烫的茶水溅落在手背上，他却浑然不觉。他死死盯着那个婴儿，脸色从红润变得煞白。那个婴儿的眼神里没有普通孩童的懵懂与闪躲，而是一种极其幽深、极其稳定的凝视。袁天罡看着那婴儿的步态、骨骼以及眉宇间那股不属于凡人的隐秘气场，一股巨大的寒意顺着他的脊椎骨直冲后脑勺。武士奴记和杨夫人察觉到了先生的异样，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紧张地问：先生，这孩子可是有什么不妥？袁天罡深吸了一口气，强压着内心翻江倒海的恐惧，用一种近乎颤抖的声音留下了那句震古烁今的判词：龙童凤颈，极贵艳也，若是女子，实不可言。武家人听到这句话，长长松了一口气，满心欢喜。他们以为大师的意思是这孩子将来能进宫当个贵妃，甚至母仪天下。他们根本不知道那句不可言藏着怎样恐怖的深意。袁天罡是因为在这张小脸上看到了未来女皇的影子，所以才感到震惊。这种理解太低估了历史的残酷，也太低估了袁天罡的眼界。
在一个男尊女卑被写入帝国法律、写进道德纲常的封建礼教巅峰时代，一个女人想坐上那把象征天下共主的龙椅，绝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励志故事。在袁天罡的推演逻辑里，这叫系统性崩溃。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凤冠霞帔的女皇，而是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大屠杀。一个女人要称帝，就意味着大唐李家宗室的王爷皇孙们将被连根拔起，意味着无数开国功臣的家族将被满门抄斩，意味着整个大唐的权力结构将经历一场血流成河的彻底重构。他看到的不是荣耀，而是尸山血海，所以他才会失态，才会恐惧，才会在那一瞬间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终究是袁天罡，他迅速收敛了所有外露的惊骇，重新戴上那副平静如水的面具，不再多言。这场改变历史走向的会面，就在武家人的欢声笑语中悄然落幕。没有人知道，就在那个下午，袁天罡已经提前看到了大唐未来近100年的血雨腥风。随着武家那个女婴慢慢长大，袁天罡的名声也像插上了翅膀，一路飞向了长安。贞观初年，天下初定，唐太宗李世民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踩着亲兄弟的鲜血登上皇位，他的内心深处始终笼罩着一层对未来的不安。他太清楚这把龙椅下面埋着多少尸骨，太清楚这看似稳固的江山随时可能因为一场预言而摇摇欲坠。就在这时，袁天罡这个名字一次次出现在王公大臣的口中，皇帝终于按捺不住好奇，一道圣旨将这个来自蜀地的布衣术士召进了长安城太极宫深处。李世民端坐龙椅，目光锐利地打量着下方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他没有绕弯子，直接抛出了那个所有帝王都最关心的问题：大唐国运能存多久？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普通人当场下瘫的问题。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回答国运就是在拿自己的全族性命赌博。说得太短，皇帝会觉得你在诅咒王朝；说得太长，又会被当成欺君罔上的骗子。更何况眼前这位皇帝可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袁天罡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望向这位千古一帝，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无数条关于大唐兴衰的轨迹在他眼前清晰浮现。他知道李家的江山会传承200余年，他知道未来会有一场席卷天下的安史之乱，他知道大唐会由盛转衰，最终在藩镇割据的战火中分崩离析。他甚至知道，就在不远处的未来，那个他在利州见过的女婴将会夺走李唐的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但这些真相他一个字儿都不能说。于是袁天罡微微躬身，用一种沉稳而恭敬的语气，缓缓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回答：巍巍大唐，当传至3代之后，由武士崛起。这句话堪称语言艺术的巅峰。他既没有隐瞒真相，又没有直白地泄露天机，他用一种极其模糊却又精准无比的方式向皇帝发出了警告。李世民听完，眉头紧锁，陷入沉思，随即追问武士何人，可否除之？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一旦袁天罡说出那个姓氏，一场针对武士的血腥屠杀将会立刻在长安上演。而袁天罡比谁都清楚，天命不可违，那个女人的命运早已被历史的轨迹牢牢锁定，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强行逆天只会引来更大的灾祸，甚至让自己当场殒命。于是他再次摇了摇头，语气平淡却坚定：此乃天命，不可违也。武士虽起，却不能亡唐，若强行诛杀，恐有更恶者取而代之。这句话彻底毒死了皇帝杀人的念头，保住了那个尚在幼年的未来女皇，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李世民沉默了，他看着眼前这个看似平凡却仿佛能看透天地的术士，心中充满了敬畏与忌惮。他没有再追问，只是默默点了点头，挥手让袁天罡退下。这场太极宫里的对话成为了袁天罡人生中最惊险也最精彩的一次表演。他用极致的智慧在帝王的刀锋上走出了一条完美的平衡木，既没有欺君，也没有泄密，更没有引火烧身。经此一役，袁天罡彻底进入了大唐权力核心的视野。李世民将他留在身边，任命为太史局官员，让他负责观测天象、推演历法。但只有袁天罡自己知道，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太极宫的琉璃瓦再美，也掩盖不住下面的尸骨如山。皇帝的恩宠再厚，也随时可能变成索命的屠刀。在洞悉了未来兴衰荣辱的袁天罡眼里，这座被万人朝拜的太极宫根本不是荣耀的顶峰，
而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哪怕你装的再傻，只要你还呼吸着这里的空气，你就永远无法保证明天自己的脑袋还能安稳地待在脖子上。他轻轻合上了窗户，他知道装傻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策划一场完美的逃亡。于是袁天罡写下了一封极其古怪的辞职信。在这份呈给太极宫的奏折里，他没有谈论任何朝政，也没有说自己身体抱恙，而是用极其专业的玄学术语，极其认真地陈述了一个理由。辰相火不合，翻译过来就是我个人的命理五行与长安城现在的气场发生了严重冲突，如果不离开就会有大灾，这是一个极其精妙的借口。他用最高级的专业迷雾，成功绕开了所有的政治猜忌。李世民是一个敬畏天象的皇帝，面对这样一个纯粹的无法用常理反驳的技术性问题，他没有理由拒绝，也无法起疑心。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朱笔一挥，给了他一个地方官的职务——火井县县令。火井县位于今天四川省的林代林市，在唐代是一个极其偏远的西南边陲小城，因为当地有天然气井，地下常有火光冒出，因此得名。几个月后，那个曾在太极宫里和千古一帝谈论宇宙国运的顶级大脑，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县令官服，安静地坐在了火井县那张有些掉漆的公堂案几后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火井县的日子，每天清晨，衙门的鸣冤鼓被敲响。袁天罡坐在大堂上，手里拿着金堂木，看着堂下跪着的两个面红耳赤的农妇。大人，他昨天夜里偷了俺家一只下蛋母鸡，你血口喷人。那鸡是自己跑到俺家院子里的。袁天罡看着他们那双曾经看穿了大唐几百年血雨腥风，看透了历代王朝更替规律的眼睛，此刻正极其专注地盯着那只被当作证物的芦花鸡。他耐心地听着他们互相谩骂，仔细地翻阅大唐的律书，最后极其认真地判决被告赔偿原告30文钱，各打50大板，退堂。他就这样日复一日，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鸡毛蒜皮、东家长西家短的琐事之中。顶级预言家的归宿，弹劾仙风道骨。袁天罡在火井县的每一天，都在极其努力地扮演着一个平庸世俗，甚至有些琐碎的基层公务员。他不再仰望星空，不再推演那些宏大的数学模型，他每天只关心本县的秋收能收上来多少担粮食，关心哪条水渠需要修缮，关心牢房里的犯人有没有按时吃上那碗掺了沙子的糙米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深深明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对抗绝对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绝对平庸和无害。如果他退隐深山，做个闲云野鹤的世外高人，长安城里的皇帝依然会派密探盯着他。只有当他彻底融入滚滚红尘，满身都是尘土和柴米油盐的气味，每天为了几只鸡的归属而绞尽脑汁时，皇帝才会真正放下心来，把他从那个致命的关注名单上彻底划掉。他用这种极致的自我放逐，为自己换来了一张最安全的护身符。就这样，时间平静地流逝，他在蜀地的烟火气中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四季，直到贞观9年，也就是公元635年的春天，长安城里的李世民似乎又想起了这位曾经极其精准的术士。皇帝再次下发诏书，派使者千里迢迢赶到火井县，要将袁天罡重新召回京城。当长安的使者站在火井县的县衙里，高声宣读完那份意味着荣华富贵的诏书时，整个县衙的属官们都激动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但袁天罡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他极其平静地接过诏书，甚至没有去后堂收拾行李。他看着那位满脸堆笑的使者，用一种仿佛在谈论明天天气般的平淡语气说道：“劳烦遵时跑这一趟，不过臣恐怕回不去了。”使者愣住了，以为袁天罡是在推辞，连忙劝说皇帝有多么恩宠。袁天罡微微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语气依然没有任何起伏：“臣的寿数就在今年的4月，已经没有未来了。”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恐惧，没有悲伤，甚至连一丝不甘心都没有。这就是一个手里拿着人生剧本的顶尖高手的从容。凡人面对死亡，总是充满未知与恐惧，总是试图抗争，祈求神佛庇佑。但在袁天罡的眼里，生命的长短早就被那些不可更改的参数锁定。他清晰地知道那条线的终点在哪里。既然已经看到了终点，所有的挣扎就都失去了意义。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就像接受一次必然会到来的日落，在生命倒计时的最后时刻，他向朝廷请了病假，离开了那个保护了他好几年的火警线，最后一次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这一次他不是去面见皇帝，而是要去为自己挑选一个永远的安息之地。他来到了长安城外的终南山下，当时的太史局令，他曾经的搭档李淳风也已经在这里为自己选好了一块风水宝地。李淳风是一个极其笃信技术的人，他在这片山坡上勘测了许久，设计了极其复杂的地下防盗系统，在墓室周围填满了可以瞬间将人掩埋的流沙，安装了一旦触碰就会万箭齐发的连弩，甚至在木砖的缝隙里涂满了剧毒的防腐材料。李淳风站在自己那座坚不可摧的半成品坟穴前，看着袁天罡在几百米外的一块空地上停下脚步，不禁有些得意地感叹：袁兄，我这目机关算尽，虽保不准后世贪婪之徒来袭，但至少能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袁天罡看着老友那些复杂的物理防御工程，嘴角罕见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他选的那块地平平无奇，甚至连多余的石头都没有。他没有吩咐工匠挖什么流沙，也没有去打造什么毒箭，他只是丈量了一下方位，便平静地定下了这里。因为袁天罡知道，任何物理的防御在人类无限的贪婪和漫长的时间面前，都如同纸糊的一般脆弱。青铜会生锈，木材会腐朽，流沙会被一点点掏空。你用机关去对抗盗墓贼，永远是一场处于下风的消耗战。他要用的是一种跨越千年的降维打击。他站在那片荒地上，目光穿透了眼前的树林，穿透了大唐的盛世，直接看向了1300年后的时空。他没有去算这块地明天的风水，他算的是1000年之后的天下大势。他根据地脉的走向、人口的迁徙规律，以及未来政权对于地理位置的绝对控制需求，极其精准地推演出了一个结论：这块毫不起眼的山坡，在经历无数次王朝更迭后，最终会被未来那个强大政权划入一个极其核心的绝对禁止任何闲杂人等踏足的军政管理禁区。他把自己尸骨的绝对安全，不是托付给几把生锈的暗器，而是托付给了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托付给了1000年后那个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逻辑。他用最彻底的什么都不做，完成了最完美、最牢不可破的防御。这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推演，也是他作为大唐第一生存大师留给这个世界最极致的一场表演。4月的风如期吹过终南山，他平静地闭上了眼睛，走向了那个他早就烂熟于心的结局。此后，大唐的日月依然按部就班地升起落下。贞观23年，千古一帝李世民在对长生不老的极度焦虑中，吞下了方士炼制的丹药，毒发身亡。又过了几十年，当年在利州都督府里那个穿着男装的婴儿，一步步踩着无数李唐宗室和开国功臣的骨血，坐上了太极宫里的那把龙椅。大唐的权贵阶层被清洗了一遍又一遍，鲜血染红了长安城的青砖。而在这个漫长且惨烈的过程中，袁天罡的尸骨一直安静地躺在终南山下的那块荒地里，毫发无伤。他是一个手里拿着全套通关剧本的清醒者，也是一个在权力刀尖上完美隐身的幸存者。回顾他的一生，你会发现一个违背直觉的悖论。在我们的常识里，如果一个人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他一定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会去辅佐明君，去阻止灾难，去试图改变历史的走向，成为万人敬仰的救世主。但袁天罡没有，他没有发动波澜壮阔的起义，没有留下改变国家命运的绝世谏言，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心甘情愿地窝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每天去管别人家丢了几只鸡，少了几口锅的闲事。他冷漠吗？或许，但他更明白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个人的挣扎，哪怕是一个帝国的挣扎，都不过是剧本里早就写好的一行注脚。当你妄图伸出手去阻挡一场注定要下的暴雨时，你唯一的结果就是被这场暴雨彻底吞没。所以他选择了最极致的顺应。他静静地看着历史发生，就像看着庭院里的花开花落。在今天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海量的数据和焦虑包裹着。我们迫切地渴望预测未来，分析每一个行业的风口，计算职业生涯的每一步规划，试图精准地掌控自己人生的走向。我们害怕选错专业，害怕跟错老板，害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让我们翻盘的机会。我们总是活得很累，但今晚袁天罡跨越1300年的故事，
或许能带来一丝温柔的慰藉。那个真正看透了2000年历史底牌的男人，那个知晓所有起伏与成败的顶级智者，他最后选择的不是去逆天改命，而是平静地回到生活的尘埃里，吃好每一顿糙米饭，判好每一桩邻里纠纷，然后坦然地迎接自己早就被设定好的终局。因为他知道，哪怕你真的拥有了一份人生的通关剧本，看到了未来所有的繁华与荒凉，那些你该经历的坎坷一分都不会少，那些你该流的眼泪一滴都无法省去。既然结局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既然该来的总会来，我们又何必在走向结局的过程中徒增那么多的惊恐与内耗呢？不如学学那位看透了2000年的县令，放下对明天的执念，放下对未知的恐惧。既然未来无法掌控，那就安心处理好眼前的鸡毛蒜皮。夜已经深了，关掉世界的喧嚣，感受今夜的宁静吧。在历史的浩瀚星空下，愿你拥有一个没有焦虑的香甜梦境。晚安。